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从白鹿到范丞丞，再到王鹤棣私生行为失控，娱乐圈隐私危机加剧。在光鲜亮丽的舞台背后，娱乐圈也正被一种名为私生的行为深深困扰。所谓私生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亲密关系，而是部分极端粉丝突破了正常追星的界限，以跟踪、偷拍、骚扰等方式侵入明星的私人生活。最近几起接连发生的事件，将这个问题再次推向了公众视野。王鹤棣凌晨被围堵，27分钟录音引爆舆论。8月25日凌晨，新疆某酒店走廊里，一场离奇的事件悄然发生。一名自称是王鹤棣粉丝的网友蹲守在他房间门口，用手机录下了他与一位女性激烈争吵的全过程。录音长达27分钟，内容随后被上传至微博，并配上了极具挑动性的标题和文字。短短数小时，这段视频就被疯狂转发，话题阅读量迅速破亿。不少吃瓜网友最初只是出于猎奇点进去，但随着信息扩散，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不只是八卦，而是赤裸裸的隐私侵犯。26日凌晨，王鹤棣工作室第一时间发布声明，措辞严厉，录音等内容属非法获取和散布个人隐私，已将材料交由司法机关处理，绝不姑息。涉事网友账号很快被禁言，事件进入法律程序。有网友在评论区写道：明星也是人，他回到酒店就是私人空间，这种偷拍简直是犯罪。27分钟的录音，想想就后背发凉，换作是普通人，谁能忍受这种入侵？舆论迅速形成共识，这是一起明显的隐私权侵犯。不是孤立、白鹿、范丞丞接连遭遇。事实上，这并非娱乐圈的孤立个案。就在这个月，类似的新闻接连出现。白鹿8月4日凌晨，他接到一通陌生来电，电话那头却只有死寂的沉默。粉丝们推测，这与长期兜售明星隐私信息的黑产有关。范丞丞8月17日，范丞丞团队在杭州遭遇私生汽车尾随，对方甚至一度倒车冲撞工作人员，险些酿成事故。子瑜8月18日，他在北京遭遇多辆汽车围堵，过程中伴随辱骂和追逐，混乱程度堪比电影追车场景，还一度影响交通安全。这些事件如同多米诺骨牌般相继倒下，让外界警觉到明星隐私正在被系统性侵蚀。网友热评：以前以为只是追车、堵门，没想到已经发展到冲撞和录音了，太恐怖！粉丝文化走到这一步，不是爱，而是病态。白鹿接到陌生电话那段，我看着都起鸡皮疙瘩，简直像恐怖片开场。触目惊心的数据，明星隐私市场已成黑色产业链。根据2023年中国明星隐私泄露报告，近80%的艺人遭遇过私生粉跟踪或骚扰。骚扰电话的高峰时段竟然是凌晨。2022年，明星个人信息非法交易市场规模高达10.7亿元。换句话说，明星的手机号、住址、航班信息，甚至是酒店房间号，都可以被明码标价买卖。这背后不仅仅是个别粉丝的疯狂，而是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。1. 信息贩子从酒店、航空、物流等渠道获取明星行程。2. 中间商打包成所谓明星套餐出售。3. 私生粉最终买单，化身跟踪者与偷拍者。律师杨曙光直言，公众人物并不等于没有隐私权，一旦行为触及到生活与人身安全，法律必须介入。
然而现实却让人失望，处罚为何如此轻微？纵观近几年案例，违法成本往往低得惊人。2021年，某顶流男星报警后，私生粉仅被拘留5天。2022年，一名女子跟踪女偶像3个月，最终罚款500元。试想，一个非法产业能赚到数千万，却只需要付出5天拘留或500元罚款的代价，这在客观上无疑是鼓励犯罪。正因如此，越来越多的私生不再掩饰，他们肆无忌惮地蹲守、追车、偷拍，因为他们清楚，即便被抓，付出的代价也微不足道。网友怒斥：500块，我刷个演唱会门票都不止这钱。这么低的惩罚力度，难怪他们屡禁不止。要是敢冲撞普通人车辆，早就判刑了，怎么遇到明星就轻轻放下？双引号，精神压力，明星的无形牢笼。从外人的角度看，明星光鲜亮丽，风光无限，但他们却常常活在无形的牢笼中。想象一下，在酒店门口听见有人徘徊，甚至贴着门录音；在机场高速被陌生车辆尾随别车；在半夜接到电话，却只能听见呼吸声。这些场景，普通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遇到，但对明星而言，却可能是日常。一位业内人士透露，有的艺人长期处于紧张状态，晚上睡觉都要反锁2道门，出门要换车，甚至怀疑身边人泄露行程。双引号，这不仅是隐私被侵犯，更是心理健康的持续摧残。网友评论：我追星，但我从来不会想去打扰他们的生活，他们值得被尊重。有些人打着爱的名义，做的却是伤害。如果我是明星，面对这种环境可能会崩溃。双引号，社交媒体的放大效应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社交媒体的病毒式传播，让隐私泄露的破坏力瞬间翻倍。王鹤棣事件就是典型。倘若那段录音只存在于偷拍者的手机中，或许只是他个人的病态收藏，但一旦上传网络，几小时内就能突破1级阅读量，演变成全国性舆论风暴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有人为了流量故意制造标题党，有人断章取义，将普通争吵解读成恋情大瓜，有人则在评论区恶意调侃，进一步放大伤害。这是一种2次伤害。明星不仅失去了隐私，还要面对全网的放大镜审视。网友热议：现在的互联网太可怕了，一点点信息就能被无限放大。本来只是私事，结果硬生生变成了全民讨论。有些自媒体为了流量真的是毫无底线。双引号，如何打破循环？每隔一段时间，总会有新的明星成为私生受害者，社会也会掀起一波声讨浪潮。可惜，热度过后，一切又恢复如常。要想真正打破循环，必须从3个层面入手。1、法律，提高违法成本，不能再是5天拘留几百罚款，而是要与行为的严重程度相匹配。若跟踪、偷拍导致严重后果，应追究刑事责任。2、平台，社交媒体要承担更多责任，从源头上切断信息买卖与传播，不仅是事后封号，而是主动识别和拦截。3、粉丝教育，引导年轻粉丝理性追星，将热情放在作品和舞台上，而不是私生活。正如一位律师所说，明星不是你的朋友，更不是你随时可以偷窥的对象，他们的生活也需要边界感。双引号，网友声音：爱与病态之间。随着王鹤棣事件的持续发酵，网络上出现了大量讨论，支持艺人的声音。我喜欢王鹤棣的作品，但我绝不支持侵犯他隐私的行为。艺人已经很辛苦了，回到酒店就是想休息，不该再被打扰。双引号，对私生的谴责，说是粉丝，
其实是变态。这种人不配叫粉丝，简直是害群之马。爱是给他空间，不是把他困在监控之下。双引号，对社会环境的反思。娱乐产业这么大，为什么总是容忍这些灰色地带存在？平台要承担起责任，不要等出事了才装无辜。从白鹿到王鹤棣，这已经是整个行业的危机。双引号，结语，从窥探到尊重。王鹤棣的强硬表态，无疑给行业释放了一个信号：侵犯隐私将不再被容忍，法律会成为最后的底线。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维权，更是整个娱乐圈的一次警钟。在追星文化与隐私权的冲突之间，我们必须做出选择：是继续纵容猎奇的快感，还是学会尊重边界，关注作品？或许等到有一天，公众习惯于讨论明星的演技、舞台，而不是酒店门口的录音时，才是娱乐圈真正健康的开始。